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人老了，子女不在身边，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生活，根本无暇陪在老人身边，时时照顾老人。另外，自己的另一半也会有撒手人寰的一天。也就是说，人老了，注定要一个人独自度过一段人生的旅程，谁都不例外。如果不好好未雨绸缪，不趁着能做动的时候留这些退路，注定会晚景凄凉。而如果尽早行动起来，做好准备，留下后路，我们就能安然无恙地度过自己满意的余生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的故事，从中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和启示。第一，搞好邻里关系，在关键时刻才能第一时间挽救自己的生命。人老了，往往交朋友少了，遇到事情都是子女帮着解决，可是子女不能时时在老人身边，老人一个人在家的时间特别多，假如突发疾病会非常的危险。那么假如有个好邻居的话，遇到这种情况，能第一时间为你拨打救护车，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，从而转危为安。74岁独居老人梁先生突发哮喘病，情急之下，老人用拐杖不断敲打墙壁，向邻居发出求救信号。细心邻居听到后察觉有异常，果断施救送医，使老人转危为安。原来昨日凌晨2时左右，梁先生准备起床小便时，突然感到气急头晕，知道好几年没犯的哮喘病发了，连忙找药，可半天没有找到。他不敢乱动，情急之下摸起手边的拐杖，敲打起墙壁求助。要不是被邻居及时发现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说起凌晨突发哮喘后被邻居救援的那一幕，74岁的独居老人梁先生一脸感激。我当时正在上厕所，突然听见大大的声音。家住隔壁的老人阮先生说，仔细一听，这是敲打墙壁的声音，时断时续地从邻居梁老先生家传出。知道他有哮喘病时的阮先生立马警觉起来，老人独居在家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吧？他连忙出门敲打梁老先生的房门，不停地喊他的名字，可屋里却没有点动静。阮先生又叫醒邻居郑师傅，两人决定设法入内查看。梁老先生住2楼，阳台没有封闭，郑师傅和梁老先生两家的阳台挨在一起。他找来扳手，将自家阳台上的铁护栏敲开一个口子，迅速从此翻了过去，破开窗户玻璃，爬进梁老先生屋内，果然见他痛苦地躺在地上。他马上报警，并喊来邻居，对梁老先生进行简单的救护。不一会，救护车赶到现场。据主治医生介绍，梁老先生送医院时已发生呼吸困难，幸好救治及时，现在转危为安。有句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。有时候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子女们就离你很远，即便是你需要他们来帮忙，也不一定能帮到。而这种时候，你真正能够依靠的，也许就是你的邻居。49岁的李女士说，记得之前妈妈给我说过一件自己的事情，令我很难受。妈妈说，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，她接不到，自己急得不行，看到我打了一个又一个，以为我有急事，但是电话就是没有反应，很着急却没有办法。妈妈说，那一刻自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去找了邻居，让邻居看手机是怎么了。最后邻居研究之后说，手机是死机了，应该是里面的东西太多了，帮妈妈关机又重启了。后来妈妈给我打回电话之后，对方帮妈妈手机里的东西删除了一些，之后手机就好了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我们以为亲人更亲，
但是真正在老人需要的时候，亲人反而不在身边，是帮不上忙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需要和邻居把关系搞好。人老了，往往都忽略与邻里的关系，尤其是家住在城市的老人，经常就连住在对面的邻居从来都不联系。试问老人如果出事了，身边没有人该怎么办？只要我们和邻居把关系搞好了，晚年的生活也会幸福很多。第二，手里没有钱，晚年将寸步难行。钱买不回生命，买不回岁月，但是却能买健康，延长自己的寿命。人老了，如果没有钱看病的话，晚景会很凄凉。往往很多老年人能做能动的时候，一心为子女，该花的钱不该花的钱都花了，没有给自己留太多的棺材本钱，把自己晚年养老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，结果被现实打脸了，遇到了不孝子孙。晚年悲催，顾先生讲述，每到半夜12点，就有一个老人一瘸一拐的捡垃圾，很是艰难。孩子经常跟他抱怨，晚上为此受干扰，睡不着觉。我们都知道，捡垃圾根本卖不了几个钱，老人如果有办法，就不会靠捡垃圾谋生。我的孩子高考结束了，很多不用的书本在家里占地方，我就打算送给这个老人，让他多卖几个钱。这一天天气很热，睡不着觉的我望着窗外，看到那个老人又来捡垃圾了。我用方便袋装着一摞厚厚的书本，来到老人捡垃圾的地方，亲手交给老人，并且与老人攀谈起来。老人告诉我说，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现在都不给他养老，自己手里一点钱没有，一天不捡垃圾，明天就吃不上饭，子女都不孝顺吗？我听了老人的话，很是诧异。老人说，女儿是孝顺的，总是偷偷送钱给我，但是儿子总是缺钱，找我要钱花。我心疼儿子，就把工资卡和儿女儿给我的钱都接济儿子了。女儿了解了真相，说我重男轻女，对儿子偏心，再也不管我了。那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存钱吗？我不解地问。老人说，没用的，老伴患癌症，花光了家里绝大部分积蓄，后来孙子出生，儿子一家生活负担重，我都接济他们了。听了老人的话，真是气愤。老人对儿子这么好，老了竟然不孝顺。第三，守住自己的房子，才不至于无家可归。接下来老人又说，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风餐露宿的，大冬天的经常睡大街。当初因为拿不出钱给儿子，儿子儿媳就盯上我住的房子，他们说孙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，要换学区房，花言巧语骗我过继房子给他们，说是让我去他家养老。结果他们得手后，声称亲家母要给他们带孩子，家里房子住不开，就这样把我撵了出来。真是心疼这位老人啊。我把书交到他手里的时候，禁不住流下了行行热泪。资助儿女要量力而行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儿女工作之后，甚至成家之后，还源源不断地向父母要钱，买房买车装修旅游都是伸手要钱的理由。如果子女确实遇到了困难，帮一把无可厚非，但一定要控制好数额，不可盲目地把大笔钱财送给他们。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儿女都有良心，不是所有的儿女都懂得感恩。作为老人要有防备之心，没有防备之心的老实人和过分看重感情的感性之人是守不住钱财的。只要别人知道老实人有钱，就会来到他身边卖惨或者是道德绑架。老实人无法抗拒，就只能乖乖地掏出钱财了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慈不长兵，义不长财，人老了心不能太软，一定要有底线，守住自己的老本。老屋是你养老的底气。第四，
努力守住自己的健康，老了才不丢失做人的尊严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这是耳熟能详的一句话。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例子不少。人老了，卧床了，身边没有孝顺的子女伺候，那种滋味，活着比死了还难受。根据王先生的自述，我的姑姑44岁的时候就患上了脑血栓疾病，卧床20年，终在64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。临去世的时候，不禁叹息，活够了。话说，姑姑家6口人，生活贫困。姑姑是农村人，没有城市户口，也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。为了抚养子女，照顾家里全家人，靠姑父一个人的工资过生活。在别人看来，姑姑没有什么家庭地位，生活中一定很自卑。事实则不然，姑姑在家说一不二。姑父虽然赚钱养家，家里的大事小事还都是姑姑说了算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姑姑多次对我们说，能嫁给姑父值了。于是姑姑全心全意为了子女，为了这个家，辛苦付出自己的一切。也许是老天爷和姑姑开玩笑，也许是姑姑劳累过度，在姑姑44岁的时候患上了脑血栓疾病，半身不遂卧床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姑父和子女耐心照料她，可过了4年5年之后，无论是姑父还是子女，对姑姑的态度大变。姑父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不回家，害得姑姑常常饿肚子，没人肯做饭。子女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的母亲，总觉得母亲卧床是个丢脸的事情。同事和朋友想到家里做客，被子女一拒绝，这时姑姑觉得一点尊严都没有，活着就是受罪，多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可是生命只有一次，谁能真的舍得丢掉呢？于是姑姑在没人的时候拼命做康复锻炼，慢慢的能下地走路了。但是虽然不卧床，也是废人一个，什么家务活也干不了。有时觉得命运对每个人不一定是公平的。姑姑拼命的生活，但是临到去世仍然活得没有尊严，非常的卑微。故事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这些故事让我们明白，人老了一定要给自己留好退路，守住自己的金钱、房子、健康。还有就是要维系好与邻居的关系，以免晚景凄凉。一是人老了，不能人活着钱就没了。要知道，钱就好比手里那把伞，没有伞就不会再有遮雨的屋檐。没有钱，不要安图依赖子女，现实不会跟你演戏，结局一定很悲催。二是人老了，不能活着房子却没了，切记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所，不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不能过继给任何人。三是人老了，一定要有尊严的活着，离开的时候也要有尊严的离去。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多锻炼身体，避免长期卧床。不是生病有多痛苦，看到人性的真相更痛苦。四是人老了，要维系邻居关系的意识。要知道，远亲不如近邻，经历过的人都懂，维护邻居关系从今天做起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